乌城鉴定中心那边有消息了，我过去看看。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好，一起去吧。那我去开车。你让他来干什么？老刘啊，小周可是个当警察的好苗子，正直敬业，能动性强。我可不希望埋没这么个人才。你总说怕他跟着我会出危险，可是事情到了这个阶段，你这个当爹的也总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之前的努力白白浪费吧？如果换做我是他的父亲，我会希望他快乐，默默地支持他，让他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抱负。那是因为你啊，没做我父亲。刘队长你好，我是中心研究员范丽云。你好。你们王主任？哦，学校开会，王主任他刚走。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队的顾问关宏峰。你好。你好。请问那个视频处理的怎么样？哦，我们对视频做了高解析度的锐化处理，而且做了像素审核。在音频方面，我们消除了暴雨的背景音，你们看看吧。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看这个不太适应。你也去吧。政务是警察不能回避的。可以给我们拷贝一份吗？啊，好。我刚才看到视频里凶手所用的凶器好像是个深色的盒子。根据车内环境分析，应该是红色的。那这盒子上面好像有文字吧？也许是商标一类的，这个可以还原出来吗？目前整体视频效果已经是我们处理能力极限了。这种局部还原要等王主任回来之后要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相对清晰的画面做静态模拟，但结果呢，不太好说。那就拜托了，这个线索对我们侦破案子很重要。好，慢走。主任说一声啊。喂，找到了。你等一下，关老师，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被害人的车辆离开了火攻俱乐部，一辆银灰色的捷达尾随，捷达遮挡了前后的牌照。银灰色的捷达，会不会就是凶手的车啊？你看看这停车场停了多少辆银灰色的捷达？如果真是凶手的车，那他还算挺聪明的。干脆啊，让技术队把尾随车辆的视频送过来，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排查特征。哎，你好。呵啊，我不如你，可这既擦去指纹，又不留足迹，车辆也没特征，还遮挡号牌。这凶手还披着雨衣，什么线索都没留下。不对，这次他搞砸了。是因为拍下了视频？不只是视频。
就这一张。在目前的案件中，貌似最无懈可击的证据，就是这个叫安藤的人所提供的近距离的目击陈述。他这上面都是胡说八道。还有那是什么指纹、DNA， 那怎么回事啊？指纹和 DNA 都有栽赃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目击证词可信度更高。我想亚楠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这页纸抽了出来。 看啊，这上写的，辨认人安藤在认真审视了照片后，当即指出27号关宏宇接近其所目击之成年男性。啊，我压根就没去过那狗屁小区。他可是从30张照片里把你指认出来。他就是3万个人当中指认的我，他也是胡说八道。哎，这上不有他地址吗？把这人找出来，啊？ 他提供的住址就是案发的4号楼，而且他是租住的。案发以后不久他就搬走了，现在楼是空的，上哪儿找这个人？不是，那查他身份证啊，还有户籍所在地啊。怎么了？查过了，这个人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安藤这个人。 可是他这上抬头登记的个人信息都是他提供的身份证是假的。我通过公安部做了网上的查询，查到全国叫安藤的人一共有177个人，其中男性占148个，然后再通过年龄籍贯做了筛查，没有一个符合条件。哎。 也就是说，我让一根本不存在的人留下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言之后，这人就人间蒸发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一开始就用假身份？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的是伪证。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做伪证呢？就是他想陷害我。就算不是他，我想，他跟想陷害你的人应该也存在某些关联。我不管，反正咱们得赶紧把这人找出来。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的照片，不过你注意到没有？他对案发当天晚上一路走进小区那些细节的描述。 比方说，小区的超市没有关门，还有圣诞节的促销广告没有撤等等。你的意思是说，案发当晚，这个人也在曙光4号院？极有可能，所以必须得找到这个人。哥，你现在相信我是冤枉的了吧？ 我相信你有个屁用。对了，明天不要在这儿交接了。为什么呀？亚楠为你这个事儿冒了很大的风险。那这跟在哪儿交接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你跟那个叫刘英的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会帮你？
间到了，我先走了。 走之前来杯喝的。关队长，工作期间可以喝酒吗？如果被曝光，恐怕在领导那儿不太好交代吧。澄清一下啊。 我呢，就是个外聘的顾问，不算是公安干警这个编制啊。您也别有那么大的对立情绪，我们只是在跟踪报道案件的进展，这样会让老百姓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工作。关队长，你们在物证鉴定中心分析的那段视频，是凶手自己拍的吗？那个就是案发周边路段的监控视频。 监控视频是今天送到队里的，而物证鉴定中心的视频是昨天就已经送到了。关队长，何必在这样的小事上蒙我们呢？况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段视频的存在，如果你不介绍一下情况的话，只会引发更多的猜测。公布出来，没准会对破案有帮助呢。不好意思啊，这个侦查阶段呢，保密，无可奉告。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17辆车的车主啊，我找到13辆，其他4辆还在摸，不过基本上都已经排除了。如果说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那辆遮挡号牌的银灰色捷达，我看其他都是无用功。喂，你那高参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没有？这不在里边问话了吗？ 辛苦了各位啊！然后有什么事儿我们再通知你，好吧？还有，海港区支队那个叫韩斌的顾问，你要对他特别留心。我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只是从直觉上觉得他是个很敏锐的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古怪。捷达车的监控视频已经送去物证鉴定中心了，但是鉴定中心那边在问，在锐化和成像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主要还是车身细节，加深对比度，看车辆灯光是否齐全。对车辆经过泥泞路段的画面，要清晰化处理一下地面上的胎印，看车身细节是否有刮蹭类的事故痕迹，轮圈尺寸。关队，您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车尾后部是否能够找到用以识别车辆排气量或型号的标识，也就这些了。 尽量利用车身的细节缩小范围。好，我这就去打电话。哎呦，师傅，好家伙，这堆记者把门口都堵死了，车都进不来，咱是不是那什么呀？找刘长勇，这不他最擅长吗？行，咱们啊，就是对这些记者太手软了。就你上次扣的那个董涵，到现在还缠着我呢。你又被他逮着了。我觉得他可以来咱们这里做跟踪培训。他没问出什么来吧？媒体这样大肆宣扬，甚至渲染案情，可能会导致其他恶性结果。周队，车震杀手疑持破窗器行凶，警方获案发视频秘而不宣，什么意思？这些记者是跟咱们大脑联网了吗？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儿有视频？说不定，咱们去物证鉴定中心时，也被跟踪了。那破窗器呢？破窗器，
等会儿，这个破窗器的说法，最早是从哪儿开始的呀？是我和官队在法医实验室讨论过的。都谁知道破窗器的事儿？你，我，高法医，还有这2位。去物证鉴定中心的前后，没跟他们提过破窗器的事儿吗？那这消息怎么漏出去的？我没说，亚楠也1天没离开支队。你看我干嘛呀？韩明今天一直都跟我在一起，你总不会以为是我说的吧？哎，老管，刚才你和董涵没多说什么吗？韩明，你刚才说，如果作案特征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性结果？我们最好祈祷这种结果不会出现。我说你是不是见着女的就腿软呀？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透露给媒体，这不是向凶手播报我们的侦破进展吗？不是我说的，你怎么跟周旋一样，喜欢冤枉我呀？关于监控，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啊，你是说扩大调取监控录像的范围啊？那个李迪森从火攻俱乐部到案发现场的路线已经还原了。跟踪他的那个银灰色的捷达，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有没有想过，年30晚上，虽然曙光4号院没有布防监控，但我们可以同样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你是说，那个叫安藤的证人有可能在监控里出现？有这个可能。那万一他压根就没去曙光4号院呢？他的目击证言里边提到的港美便利店，还有圣诞促销广告这些细节，都有明显的时间标志。如果他没看到这些，应该不敢这么说。如果他是晚一天看到的呢？那他怎么确定那个便利店是开着门的？这么重要的案子，他敢做伪证？肯定是经过尽可能的审慎的编排。我觉得他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长什么样咱们也不知道。大年30，10点到11点左右，街上的人应该都已经很少了，有的也只是那些父母带着孩子放鞭炮，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多少有些突兀。我们乐观点想，在那个时间段，基本上没有出租车了。曙光里4号院又不通地铁，公交车末班也没了。如果是私驾，我们可以通过监控查到车牌号，再通过车牌号和车的特征找到线索。哥，你确定那家人是13号晚上被杀的，没错吧？怎么？我没有杀他们，但是有人去杀了。凶手，对，凶手。如果监控能拍到安藤的话，那应该也能拍到进出现场的凶手。喂，什么？好，我这就过来。看来老天爷没有听到我们的祈祷，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是吧？
哥，该你做俯卧撑了，增肥吧。能看见吗？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看不见，这也不知道啊。肯定有啊，要不你看那帮警察忙活什么呢？那到底有几个人？来，俩人吧。俩人。把这个车窗的细节仔细的拍一下啊。老周啊，我这帮你破案也算引火上身了。你帮我拿一下放大镜吧。你看这凶手都跑到我们辖区来作案了，我看这车震杀手是向咱们来示威来了，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啊！来，大家配合一下啊！往后靠，往后靠！哎，警察同志，你们只有俩人吗？往后靠，往后靠，往后靠！哎，现在没什么好说的，盯住了啊！还有你那边也是啊。那要是一男一女的话，是不是那个父母这才几天？兄弟，来了。老关，赶紧看看。哎，董涵，来一下。我不对你动粗，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跟我来吧。哎，想看是吧？来，看个够啊！不好意思啊，记者同志，我们周队也是因为接连有群众遇害而感到焦虑。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案件的凶手已经加快了作案的频率，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件的初步判断来看，作案凶器的特征、被害人的身份以及他们作案的手段，跟之前的4起案件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破案，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不过，也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如实报道，减少凭空的猜测。至于案件的细节，到时候刘长勇队长会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解答。好。哎，小王，带他去吧。董记者，请吧。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媒体公布的案件特征作案的模仿犯。就是因为这前挡风贴了膜。小郑，来把那个拿过来。你看看这凶器，这车窗不是被破窗器击碎的，而且这车里的2名被害者也不是所谓的车震。从被害者随身携带的证件来看，男的叫徐建国，女的叫曹艳茹，2个人就住在北边的小区里，来这儿应该只是回家前停车。那这2人什么关系啊？民政局登记在册的2口子，夫妻呀。啊，都是遭戳刺致死，凶器应该是边长为0.3厘米的锥状物。凶器倒是一样哈。不太一样啊。之前几案中，凶手使用过的凶器，不管是不是改造过的破窗器，用于戳刺部分的长度应该不超过9厘米。而这次，死者伤口中最长的贯通伤纵深超过了12厘米。很明显啊，凶手只注意了凶器形状的吻合，却忽略了长度。那凶手要是想这回推陈出新呢？即便是如此，也不能改变他明显的作案特征。你们看，这车里一片狼藉，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者以后，
并没有重新摆放尸体，也没有重新整理里面的物品。那我们利用媒体对外声称是同一案犯所为，就是希望这2名凶手能够放松警惕，啊。总比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案件细节要好得多吧？咱现在不管是不是车震杀手干的，我们辖区内可又多了一起命案。既然不是那个连环凶手所为，那么作为目标的2名被害者，应该是对于凶手来说存在某种指向性，也可能跟凶手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吧。这个案子不难破。那既然不难的话，捎带手给办了呗。这个专案管辖问题是不是得向市局写申请啊？哎，我说老周，你少给我拿支队长的派头啊！我让你帮个小忙，你跟我摆什么谱啊？我跟你摆什么谱啊？我就是担心咱们这专案组的管辖问题，我跟你摆谱。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都尽力而为，能查多少查多少，能够确定的那个嫌疑人呢就抓。不管怎么着，到了晚上呢，这案子就归你们海港支队啊，这样也省得上那个市局递申请了，是不是？行，靠谱啊，仗义，靠谱啊。那就这样，先查一下2名被害者的工作关系，还有从这个资金状况和社会背景查起。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凶手的动机应该就在其中。行，那咱们提高点效率，分头查，好吧？好，干活。亚楠姐，亚楠姐，周队说今天继续由专案组负责跟进这个案子，但他让你今天把尸体转移到咱们队里去。周巡说的。小徐，干活吧。行，好嘞。小雨，小雨，把担架抬过来。好嘞。刘队，周队也让您过去一下。刘队。那个，咱们既然是暂查这个案子，你说那个涉案车辆和尸体还有必要往队里拉吗？我是觉得这个尸体吧，高法医身体也不太好，下着大雨跑进跑出的，太辛苦了。感染病了？我在办公室发现他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不好意思啊，出去一下。应该是身体不舒服了。阿司匹林。这2名受害人中，徐建国53岁，京港人，交通银行信贷部经理；曹艳茹27岁，河北邯郸人，无业。登记记录上显示，这对老夫少妻结婚还不到1年。这2个人呢，是去年10月份登的记，登记的时候还附了一张财产协议，就是在有生之年与徐建国离婚的话，曹艳茹自愿放弃一切财产主张。照这么看啊，这姓徐的还真趁俩字儿啊。徐建国的工作记录倒是没有什么纰漏，目前能查到的，他的房产有2套，5大国资银行都有他的开户记录，已知存款大概是500多万。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的基金理财状况，然后就去古顺那方面跟进。那个曹艳茹从舞蹈学校毕业之后，曾一度留校任教。她是去年初辞的职，和徐建国结婚之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刑天广告。对。案发车辆是登记在徐建国名下的，曹艳茹名下登记的是一辆红色的科鲁兹。曹艳茹的车不在小区里。据她的保姆反映，他们俩的婚姻受到了周围亲戚的一致反对。徐建国那个跟曹艳茹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儿，甚至一气之下出了国，在曹艳茹的私人物品里找到了一张存折，不过好像也没剩多少钱。再就是，从银行记录来看，
1个月以前，曹艳茹就把银行的存款从30万取到了27万。这是关队找到的典当合同，一条卡地亚手链，一块经典款江诗丹顿女表，还有一尊红珊瑚观音像牌件。这3样东西典当价值总共是16万5。半个多月以前呢，以现金的方式将这笔钱付给了曹月茹。我和关老师去了刑天广告公司，发现3个月以前，因公司与城建集团合作的地面广告项目，所以向华夏银行申请了一笔小额的10万元贷款。但是大概2周前，银行就批准了这笔款项自监管账户转至城建集团与刑天广告公司的共管账户名下，但是随后就被刑天公司以暂借款的名义给取走了。公司的财务告诉我们，这笔钱是曹艳茹让他们提出现金并且取走的。这好几十万呢，难道他是打算换辆车？这么大笔钱，我们在他住处却没有找到，而且也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把钱转到了什么地方，或者转给了什么人。27万，加16万5，再加10万，这是多少？53万5。那也就是说，大数是50万。那你们觉得这50万能干什么呀？当了戏了，抽走了贷款，应该不会是买车，倒像笔应急的钱。老夫少妻，难道是勒索？哎，现在甭管怎么说这人也没了，是钱也没了，所以我认为不排除他生前遭到勒索的可能性。韩明，你觉得呢？我是问你怎么想的。不好意思，刚才没在听。不过，曹艳茹的车去哪儿了？哎，虽然我不沾这玩意儿，但是这 GPS 是个好东西，至少定位起来方便啊。就是这辆。这光找着车也没用关键谁把它开来的呀？那我去保安这儿看看监控看看能不能找到司机我先去了我觉得应该是2单元。我感觉是3单元。我转了一圈，这辆车只有右前胎上有泥，估计是拐过来的时候要在路边上的泥地开过来的。之所以这么开，肯定当时对面是停了车的，也许就是晚上小区居民都回来的时候，所以他拐过来就停下了，应该就住在离这车很近的地方。你为什么觉得是3单元？3单元楼门口是个很窄的死胡同，好进不好出，进去之后没法掉头，而这边却相对开阔些。就因为这个？不，因为这个。我猜他以前吃过这个亏。哎，这2位大师要是能告诉我门牌号码的话，我赵金城就天天烧高香拜这2位了。这事儿恐怕要麻烦小周了。不是的，我们家没有车。小区物业楼下有一辆牌照是港 A4595的红色雪佛兰，请问是您的吗？那辆车可把消防通道给堵住了。你们那又没写什么消防通道，对吧？哎，干嘛呀？楼下红色雪佛兰是你的？什么呀？车哪儿来的呀？我同学借的。哪个同学啊？就我同学啊。你干嘛？动！放开我！你们警察也不能乱抓人吧？
哎，老周，老周，哎，嘿，够麻利的哈，我这监控还没调着呢。嘿嘿，这小子叫郭灿，自称以前是曹艳茹舞蹈学院的同学，车是曹艳茹借给他的。这车什么时候借你的？就前2天吧。看着不太像。他为什么要把车借你？他可能，反正他平时也不开。行，那咱换个问法，你为什么要找他借车？周队，关老师让我给您的。哼哼，嗨，行，这就好办了，啊。我们搜查了郭灿的住处，现金只找到1000多，信用卡是透支的，名下也没有任何储蓄账户。哎，那就是50万都花了呗。筹到50万到现在，也只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如果说都买成海洛因的话，那10个郭灿都抽死了。那就是钱没到郭灿手里。也许他用这钱来买凶杀人。师傅，这小子以后大的，2小时还不到呢，嗷的了。给我！没那么容易吧？嗯？对，已经查明白了。被害人曹艳茹为了规避婚前财产协议，和情妇郭灿合谋买凶，杀害徐建国。但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呀？这个曹艳茹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据了解，他们是通过一个叫黄志强的中间人雇佣的杀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姓黄的实施了监控，算是以专家组的名义协助海港支队实施抓捕。好，好，您放心。哎，小妹儿，哎，师傅啊，刚进去仨，包括黄志强在里面，别的就没什么动静了。但我觉得会不会里面有其他人？这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全封锁了。行，我去看看啊。周队，宝贝啊，给我来支酒。来给我。辖区内特勤刚给我返回消息，韦伯豪4号楼606的咨询室是个幌子。黄志强可是道上有名的中间商，像他这样的人啊，弄2把喷子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呀，还是老老实实把龟壳给背上吧。哎，免了吧啊，齁沉的，穿上倒躲不开了。哎，老关，你就别上去了啊，你也别上去了，在这陪着老关吧。周队，我们真的不需要申请巡查，还有特警支援啊。 2个支队在这荷枪实弹，有备而来，再叫增援，不怕人笑话啊！各组注意，疏散楼道的居民，行动！